人鱼是海里的精灵，听说是个人类非常友好的种族，对于渔民来说应该是吉利的东西。世纪想不明白为什么渔民们会排斥是人鱼的伊斯玛。伊斯玛解释，这都是因为岛上自古流传的海神传说。很久以前，这一带的大海里有一只恐怖的海神作恶，他袭击船只吃人，还吃光了所有的鱼类，令这里变成寸草不生的死海。人鱼一族看不下去，决定挑战海神。经过无数日子，失去了众多同伴，最终人鱼将其封印在了这座岛上。战斗结束，人鱼都离去了，鱼类又回到了这里的海洋。但海神的力量强大，一接近满月，他就会从岛上的洞穴伸出手脚，袭击岛上的渔民和途经的船只。岛上的人们都害怕触怒海神，便反过来怨恨做了好事的人鱼。但最近有些奇怪，村民好像没法出去捕鱼，港口空空如也，大家似乎都躲在家里。偶尔路过时，他们就从缝隙中盯着看，只是那诡异的眼神看起来不像是人，反倒是鱼眼。而且海神洞穴里也时不时的出现爬行的声音，不只是岛上，大海也一样，到处都泛着不可思议的气息，还有各种奇怪的声音。伊斯玛陷入沉思，在那阵奇妙的风吹过之后，世界好像变得很不可思议了。另一边，诺迪克想快些回到船上，于是他向诸位告辞。然而刚一打开门，就看到了围在外面古怪的人。马尼菲高没把这当回事，以为是客人来凑热闹了。而在后厨工作的人却转过身，阴森地说：“今晚是满月，是这个岛主任海神大人的复活祭。”格斯见其不怀好意，便警惕地用短刀将其击毙。马尼菲高差点吓晕过去，怎么到处都有人想吃掉他们？反正只要和格斯在一块儿，他们总没好事。突然，一只恐怖的爪子从窗户探了进来。仔细看，这不就是先前遇到的海怪吗？格斯拔剑从头一刀劈下，格斯大喇喇地走出门，则是门外已经挤满了海怪。舍尔吉感觉到了格斯这边的异样，立马带着伊斯多洛告辞。伊斯玛自告奋勇的要送他们回去，因为他知道一条捷径。格斯上前威武挥剑，一剑一个小海怪。萨尔比高也出手了，看得出来，这家伙比早上遇到的怪物更凶猛一些。不过今晚是满月，风元素灵这剑的威力也提高了。然而他们没有想到，后面也围上来了海怪。诺迪克只将船员和法尔纳塞等人护在身后，用银剑和他们厮杀。尽管格斯和塞尔比高都很勇猛，几乎一刹那就可以解决掉很多只海怪，可这些海怪除之不尽，斩之不绝，根本数不清有多少只。而且现在看，说不定全村人都变成了这种怪物。不一会儿，最大那只海怪出现了，格斯一往无前，抓住时机就开砍。等他停下动作，才发现他们已经被这些粗壮恐怖的海参围了起来。数量如此众多的海怪，不使用那种力量可以杀出去吗？舍尔吉预感格斯这边情况很严重，便催促伊斯多洛赶紧过去。可走在前面的伊斯玛突然停了下来，因为他看到白天的洞穴那边有一只破船正在悬崖上攀爬。格斯斩断了一条又一条海怪，弩箭和火炮都用上了。不过一直用炮弹可不是好事，他扭头对诺迪克说：“火药跟炮弹的费用就挂你账上了，船长。”诺迪克也不推辞，承诺到时候用铜给他装上。但补给是一回事，现在的战斗又是另一回事。这些家伙不管砍掉多少触须，都会源源不断的涌上来。要是在海马号上，就可以用船炮射击了。但眼下连突破重围都很难。马尼菲高十分怕死，他建议格斯赶紧用那种狂战士的力量，但他的建议当下被法尔纳塞驳回。舍尔吉不在这里，格斯要是使用那种力量救不回来该怎么办？在他们争执的时候，远方传来轰隆的响声，而且那声音越来越近，最后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艘破烂的海盗船。船怎么可以在陆地上航行呢？这比天方夜谭还要离谱。站在船头的胡子船长笑嘻嘻道：“我们幽灵船天方夜谭才是正常的呀。”诺迪克无视了他的风光演讲，只关心他这个船好不好使。他倒是有点想要一艘这样的幽灵船。胡子船长哈哈大笑，他已经死了，但巧的是，这些人竟然主动走进他们的巢穴，还在这里逗留。他毫不掩饰地说，这条村的居民都是他们的同伴，是名副其实的海神的手足，因为被吃掉的人都成了触手，被幽灵船吃掉就会跟他们一样变成大海的兄弟。他这次来就是想介绍之前被耽误的最强海怪。这家伙就在船里，可他只在夜间行动，日出就要躲回巢穴去。上一次时间不够他展示，但这次刚刚日落，有大把的时间，而且今晚还是让他力量大增的满月。所有兄弟同伙都亢奋起来了，他们有节奏地跟上海盗船，簇拥在旁边蠢蠢欲动。胡德船长自信满满，他仿佛看到了眼前这些人被整个吞下，慢慢消化后脱胎换骨的样子。格斯心下一横，决定使用狂砍的力量，但舍尔吉用心灵感应阻止了他。眼看怪物就要攻过来了，不能再等了。格斯立马化身狂战士，提着巨剑冲了上去，只消一剑就把船的外壁都切断了。胡德船长万万没有想到，格斯竟然还有这种形态，但格斯比他想象中强太多了。
他挥舞巨剑自上而下奋力劈了一剑，将海怪顿时砍得血肉横飞。此时伊斯玛和舍尔吉两人也终于赶到了附近。格斯身形轻快，在翻涌的触须中灵活穿梭，不论看多少次都会被他这帅炸的战斗方式惊艳。舍尔吉脸色凝重，现在不仅要想办法对付海怪，还要想办法挽回格斯。战场热火朝天，伊斯玛很担心村民的状况。虽然村民们把他们当作人鱼排斥，但他也不想村民们全被吃掉。在他们说话的时候，下面的小路上突然冒出2个小孩，他们是村子里经常欺负伊斯玛的坏小孩。尽管如此，伊斯玛还是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。可是当伊斯玛跳到他们面前时，他们却突然变成了面目狰狞的海怪，还扬言要把他也变成同伴。伊索洛和舍尔吉打配合，迅速解决了他们。舍尔吉遗憾地告诉伊斯玛，被魔兽吞噬的人就会变成那个样子，而且那个村子里除了格斯等人，他感受不到其他人的气息了。而伊斯玛平安无事，这都是因为护符的力量。舍尔吉虽然看不懂那个护符是什么属性，但是他能感觉到伊斯玛家周围的护符有很强的力量，一定是那些东西一直守护着他。伊斯玛很难过，虽然他确实讨厌村民，但他们真死了，他反而不能心安。这下只剩他一个人孤苦伶仃了。伊索洛让伊斯玛在这边等着，他要去帮格斯他们的忙。虽然那些人都变成了怪物，但终究是熟人，不忍心让他看到他们被暴杀的样子。舍尔吉拦住伊索洛，让他别去碍事。现在狂战士化的格斯正在独自与魔兽作战，贸然过去更危险。伊索洛疑惑，上一次格斯不就是能很好的驾驭狂铠了吗？现在不应该更熟练了吗？舍尔吉觉得他想象的太美好了，那时他只是机缘巧合下被吸进狂铠，让格斯保有意识，但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那个机会。舍尔吉拜托二人看好他的身体，试着用光体再度潜入格斯的意识，可刚靠近格斯，他就被弹开了。加州的力量比以前更强了，气场的放射太强，光体根本无法接近他。格斯也越来越癫狂，不受控制了，他一口咬住触须，如同最原始的野兽一样撕咬。这么凶猛夸张的攻击方式比前一次更生猛，已经看不出人样了。胡德船长觉得格斯甚至比他们更不像人，他竟然在海怪的包围中反过来血祭敌人。遇到这种不要命的强者，到底怎么办呢？双方僵持之际，卡斯加注意到了什么东西，撒腿朝别的地方跑去。法尔纳才急忙跟上去，他一边拔刀斩杀追上来的海怪，一边朝卡斯加狂奔。狂铠中的格斯也注意到了这边的情况，但他只能看到2个模模糊糊的影子。卡斯加上前抱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孩子，不知道那是不是这个村子的幸存者。然而在他抱住孩子的刹那，海怪追上来了。卡斯加紧紧地抱住孩子，将他护在怀中。格斯天降挥舞大剑，将魔兽大卸8块。随后他静静地注视着卡斯加。看到这一幕，法尔纳塞有些惊喜。难道现在的格斯是清醒的吗？如果他现在还有自我意识的话，那就是自己人。法尔纳塞壮着胆子朝格斯走过去，舍尔吉让他快停下。塞尔比高也急忙飞到他面前，现在还不能靠近格斯，他还没有恢复意识。可是光体潜入狂铠之招没用，现在还能怎么办？格斯意识朦胧，只能模糊地看到他们的影子。他体内的恶手一点点刺激着他的愤怒，慢慢地蛊惑他，把身体给我吧，交给我。突然，格斯的眼前泛出了一团白光，一个奇怪的声音出现，他让格斯去聚精会神去看。这句话让他慢慢找回了感觉。他把卡斯加看得很清楚，而且他还看到了另一只小手。紧接着，一个人形光影也出现了。他轻抚着格斯的胸口，在他的引导下，渐渐的格斯开始清醒了。格斯看着卡斯加，他清楚的知道这是他不能失去的人。稍后其他人也都能清楚的看到了，这些都是不能伤害的人。格斯全身用劲，想挣脱狂铠的束缚，他痛苦的哀嚎，跪倒在地上。舍尔吉冲出人群，一下跳到格斯身上，吟唱咒语。片刻，格斯终于挣脱了铠甲，他疲惫地露出笑容，并向舍尔吉道谢。就在他们专心看格斯状况的时候，那群海盗已经脚底抹油，溜之大吉了。好在怪物也被解决得七七八八。诺迪克感叹，这已经不叫人类的战斗了吧？格斯一个人就比一艘军舰还要强悍。马尼菲高寻思，也不知道到底谁才是怪物呢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卡斯加为什么要突然跑出去呢？